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2月11号星期三清晨5:39了，还有6分钟集合。今天早晨是大阪城大人的早训练，周3合练的日子，课表是5个1公里，今天就加油干。今天咱们这么算，你看，周日是比赛日第一个训练日，然后周1、周2、周3，今天第4天，今天练完，明天周4休息，然后周5晨跑，之后周5下午就去台北了。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呢？这次比赛是4年以后对，4年以后第一次全马比赛听歌，然后第一次用 Pace Pro 听歌，然后跑完，或者第一次用高驰听歌跑完全马。天还是太黑了，我们也许训练之后再聊。另外有一位观众约了今天见面，但是昨天晚上7点多才约，我一般过了晚上7点就不看私信了。今天一大早4点多回来人家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吧？那就训练再聊。小伙伴们已经跑完4个了，还特别黑，摸着黑大家录最后一个吧。第一个3分23，第二个3分25。第一个可能不是3分23，记错了。然后第3个和第4个都是3分17，但我有点跑不动了，准备最后一个，休息1分半，还有几秒。3、2、1，走！最后一组顶住了，3分16，nice， 还大，nice，哎。
哎，走，回来走，还到谢谢路灯的光，小伙伴们顶住了。最后一组6/3是这5组里最快的。好嘞，好，一会儿亮一点再跟大家聊。看没？礼拜天第一个训练日，一个马拉松，2小时52，官方成绩好像是2小时52分05。周一12公里，周二16公里，今天是强度课，先热身了3公里，然后5个1公里，一会儿再跟观众慢跑一圈回家。第4个训练日圆满结束。有的时候不拼一把，你也不知道你能顶成什么样，加油！我们借着烘焙店温暖的灯光聊两句，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数据。我记得差了一点，第1公里3分23，第2公里3分20，第3公里3分17，第4公里3分17，最后1公里3分16，还可以啊。看一脸汗，今天我选的是很累，因为你再怎么样，首先这是第4个训练日，再怎么样第1个训练日是个全马的比赛，所以肯定是疲劳的。今天就是目标是千万不能受伤。我每次跑那个喷水池那个转盘的时候都特别的小心脚踝，就是这种时候小心的是你转弯那个方向，就是比方你向右转，就是右脚的脚踝那一侧是比较容易有损伤的，所以这一块要小心。现在在这儿等大家全跑完集合，然后合影，然后就结束，跟观众再聊聊天。我觉得有时候人是要有精气神，要有向前的动力，要有越来越好的决心和持之以恒的毅力。像比方说我从2023年6月认识大家，然后周3跟这儿练。除了我不在日本或者去其他地方比赛，或者过年回北京以外，我没有迟到，没有早退，没有就是我说我来，我肯定会来。如果我今天不在，我也会跟大家说我在哪儿，跟大家问好。我觉得每个人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可能会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马拉松训练这件事情呢，就像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，是这种你真的是你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去努力，能看到变化的事情。首先急功近利是不行的，其次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可能健康跑为了快乐是没问题的，但是想在赛场上有成绩是有难度的。小伙伴们看，又有新朋友。哈哈。世界 YouTube にそうリュウ君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セナ君のお友達の犬。怎么样？最后跑到多少？335，可以。最后一组多快？332，可以。到第4组跑的最好，第4组跟前半程跟你们跟了一下。ending 写真撮ります。跟观众分开了，我慢慢往家跑。我只有3次比赛是听音乐的，一次是2020年的无锡，那时候是 Apple Watch， 然后是10月份那个东京半马，那时候也是 Apple Watch 和 AirPods， 然后这次是高驰，这是我第1次用高驰比赛听歌，全马还是，但是这次跑得挺轻松的，无所谓，这整体表现还不错。而且照上我们看，坚持一个70公里或者100公里可能都没问题，因为我开的是最费电的模式，屏幕调成了最亮，然后 GPS 是双频全星座，然后一直听着音乐，然后连接了2代的 Pod 和心率带2个附件，等于这条手表同时连了3个蓝牙设备，一个心率带，一个 Pod， 一个耳机，
然后再放音乐，再记录跑步，还可以。所以现在小伙伴们问我推荐手表，我觉得如果您还没有跑步手表，就果断的 Pace Pro 看看我的橱窗评论区置顶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可以的。如果您问我说在 Pace 3和 Pace Pro 里选，如果也是买新手表，那我觉得果断的多花几百块钱买 Pro。它并不光是屏幕不一样了，好多内在的东西 ，GPS 的芯片什么的，好多都不一样了。电子产品，你看我是业内人士，就所有科技类的东西，就是买新不买旧。如果您现在已经是 Pace 3了，那我也理解升级的意愿可能没有那么强烈。如果您是单品的手表，比方说 Pace 2，或者是像245这种佳明的，那想换可以果断换。佳明跟高驰之间想互相把之前的数据导过来，还是很 OK 的。心率带我觉得现在 B 带带起来没有负担，它能给你更加灵敏和准确的数据。我建议是可以配心率带，我冬天夏天都是带心率 B 带，但是我也看很多小伙伴就只带手表也 OK。但是关于 Pod 呢，其实我个人有不同的看法。为什么带 Pod 而放弃了 Stride？ 大家看周末的比赛也能看到，就是很多海外的比赛还都是要把芯片放在鞋上，那同时再放 Stride 就很不方便，就改用 Pod 了。我觉得两个的数据我也比较了，几乎没有什么差别。但是高驰2代的 Pod 的价格和 Stride 的价格就可以比较出差别。为什么我带这个呢？我觉得跑步训练就像我们的有的人记日记、记录生活是一样的，你同样都是干了一个事情，用了同样的力，用了同样的时间，那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数据。有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说，哎，这数据有什么用啊？我也会这么说，就是没什么用。现在，因为我也不看我的数据去分析我的训练，不看的。什么触地时间、左右平衡这些对我来说就是单纯的记录。但是呢，我是这么想这个事儿，就是既然干了，能多记就多记，谁知道将来有没有用？因为就像现在的 AI 的时代，那不都是用以前人类创造的各种乱七八糟的数据训练出来的吗？而那些数据其实如果不用来训练 AI， 你放在现在看，那就是没什么用，对吧？所以谁知道未来这些科技会不会应用在我们的运动生涯中？到最后，就像那次去东莞见基普乔格，我问他的那个问题，就是未来会怎么回忆自己奔跑的这几十年的生涯。你看，像以前人们说锻炼，原来没有手机、没有手表的年代，也有爱长跑的人，他的回忆可能就是那时候每天早上起来跑个步，喊几声口号，喊个1、2、3、4，特高兴。你问他，那您跑了多少公里呀？能跑多快呀？一概不知道，对吧？那时候也不像现在这么多大众的马拉松。那现在就不一样了，我现在可以说我已经跑了好几万公里，然后我参加了哪些比赛，我原来是多快，现在是多快。那也许再过一段时间，再过些年，这些数据又变成了刚才我说那个我每天早上都跑啊，这样了，可能就有新的东西出现了。这就有点像什么呢？是有点像你现在比如说你有个大的活动，或者说您结婚拍视频，那你肯定是要拍现在最清楚的，比方说我拍10比特422的4K， 或者我拍6K， 对吧？那为了什么呢？为了就是将来。其实你说你现在你拍1080P 依然是很多主流观看设备，大家在手机上刷视频都能满足，但是未来不一定呀。谁知道这个？也许 VR 的时代什么时候就随着一次科技进步就到来了呢？就像奈良马拉松我的视频，或者有的时候跟大家说特长的视频发布起来特别难，
因为你清晰度高、码率高，平台转码的时间就长，有时候好几个小时，但是我仍然坚持我这么做，我觉得它是我未来的财富。奈良那部影片上传的时候，档案有26个 G， 就那一部影片，我上传两边加起来上传50个 G， 幸亏这边上传下载的速度是对等的。然后昨天在其他平台公布了台北的行程，初步定的就是周六早晨，可能会约在7点在某个车站，然后我们走过去，走到那个复河桥下。因为小伙伴说那儿不好找路，还有热心的小伙伴发来了地图的轨迹。周六轻松跑，周日开心参赛就好了。行吧，那今天跟大家闲聊两句，我也马上到家了。12月11号星期三清晨7点11，又跑了5公里多冷身回家，热身3公里，一个5组1公里的间歇，再一个5公里冷身，这4个训练日圆满结束。我觉得这以赛代练还是挺不错的，就是比赛可能相对于出门就跑的训练麻烦一些，倒还好。就努力的赚钱，赚这个比赛的报名费，对不对？这会儿报名比赛不便宜，但是比赛的服务和体验是要比自己跑长距离要好不少的。那这是个新思路，打开了不一样的世界。所以你看，像这个，真的它不仅仅是，我觉得不仅仅是屏幕的升级，但是你要说有什么小的遗憾呢，肯定也有。比方说在音乐播放方面，现在还是得自己去下载音乐。这个未来看看有没有可能接入哪些平台，我也没有什么太多内部消息。还有就是语音播报，训练过程中的语音播报的事情吧。像至于心率带和 POD 这种，我觉得真的，第一我推荐大家配一个2代的 POD， 第二我推荐大家把它别在腰上，不要别在鞋上，除非你是GPS 条件非常差的地方。但是现在我觉得，就像我去波士顿、去纽约，或者说在东京，双频的 GPS， 包括在北京都没有问题，真的没有问题。你就相信我，把它别在腰上，可以获得其他的动态数据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我自己的感觉是，要比放在鞋上好。但是别在腰上也有别在腰上的小的，损失，就是你后边的如果你是腰包裤，然后你后边这儿收纳东西，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影响。然后有的时候呢，可能你的背心太短了，会搭在这上边。你们看我今年出大阪马拉松的节目，在那大坡之前，家属拍到我那块儿，就是搭在后边，我不知道，然后可能照片不是太好看，但是其他都还好。就各种东西都会。你看，你们仔细看我在高驰体测那个节目，心率带把我的那个背心给夹住了，后背那儿也不太好看。现在这个心率臂带呢，但是带上臂套非常的舒适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买高驰的表，就是臂带加这个，现在不正好有优惠，双12。如果是买佳明的表呢，其实怎么说呢？你要说从数据收集来说，它自己的心率胸带是最好的，但是心率胸带确实是有点繁杂。行，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吧。我明天休息日了，然后周五再见一天，周五晚上就到台北了，咱们下回再见。